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第20章的内容，模拟交易验证。这章内容还是偏理论性的一点，大家可以简单看一看就好了。我们这里不做太过多的讲解啊。那首先就是你配置好这个钢模式以后的话，最好要在那个钢模式下运行1到2周的时间，然后验证一下你的策略是否是这个正常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策略是否是能盈利的。如果你在模拟的模式下都没办法盈利的话，那你在真实的环境下，那想盈利也是比较难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回测与实盘的一个差距啊。回测的话是使用历史数据，然后实盘的话是面对这个未知的未来啊。那潜在的问题就是这个过拟合的一个历史，然后未来失效。那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根据历史数据去拟合，就是说为了迎合这个盈利，让它变得多一点，那它就会去不断的去优化这个参数。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参数更贴近于历史。那如果未来的这个数据和历史的这个数据走势比较接近的话，你这个策略就暂时是有效的。那如果未来的风格一旦发生变化的话，你这个策略就会出现这种过拟合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策略就会失效。这个就是叫过拟合历史，然后未来失效。然后回测特点就是完美执行价格。那回测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看到的滑点和延迟这种的情况它是不存在的，它都会按照最好的这个价格去成交。那实际上的成交价格的话，如果是大一点的币种还好，如果是那种小的币种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滑点比较多的这种情况。我们随便来找个看一下就知道了啊。比如说，如果你是找比特或者是这以太坊这种还好一点啊，随便来看一个，然后再找一个山寨币来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最新的成交，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买盘、买一盘和卖一盘。那它的这个是叫919.9697，那这个价格就比较接近啊，就是它是在这个1分钱左右，但是它你看它跳动的还是比较快的啊。刚才我们是看的是离现在的价格1伏就已经二十多块钱的价格了，再观察一会儿。这个就是法典的价格，像这种大的币种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山寨币的啊，山寨币的话，它如果活动，你看这里是2288，这里是2285，那实际上这里的话就差了3个点了。3个点的话，其实你这放大的，你乘以你把它那个乘的倍数跟它一样的话，你可以看到，那它就是在22万8600是在第4位数字，它跳动的时候是在第6位数字啊。那实际上它的这个跳动幅度，你别看它钱小啊，但实际上它的这个跳动的这个赔率是比这个比特币要大几十倍啊。你看这83，这里是86啊，这个中间滑点你要急着成交的话，你要去3到4个滑点。那放在这里的话就是300除以2啊，大约哈。这里是因为它这个是22，这个是10，那大概就是它如果乘以它的倍数乘到这个20万的话，然后再除以2，大约的倍数是它的这个3位数的这个位置啊。那这个这个地方的跳动就是特别大的啊，这个就是滑点的这个问题啊。那还有就是这个无网络啊，连接中断啊，像还有一些就是它的这种插针的这种情况啊，像10月10号那天的这种插针情况，如果你是做这种山寨币的话，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你连跑都没地方跑，这个还好一点啊。比如说像那天那个什么狗狗币啊，还有这种水币这种的币，其实还是有一定成交量的，但是它跌起来也是很没谱的啊。你看这里，从这里到这里2毛4到9分钱，等于腰斩了，还要再过就那么一会儿。你如果是做这种
那个没有用杠杆的，然后用足仓模式的还好。如果你用到了杠杆的话，2倍杠杆就很容易都容易爆仓。那一般来说，我们开杠杆至少都是开到10倍以上的啊，所以这个情况下就出现这种异常的这个情况。那它好处就是没有情绪干扰了。然后就是瞬间完成。你这里下单，手速再快也得10秒钟、10秒、8秒钟的时间。那你在这里操作的话，就是零点几秒或者是毫秒级别了。那我实际的这个案例的这个对比，这个是实际案例的一个对比啊，就它的这个回测结果，这个是用的是这个均值回归的这个，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策略，然后用这个刚模式能发现的问题啊，就是一个策略一个失效的问题啊，就是市场的环境变化导致这个策略失效，那就要去不断的去调整这个优化参数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技术不稳定的情况啊，比如说你的这个交易所用的这个数据源不稳定啊等等这种情况，还有计算指标的这个错误啊这种情况，可以在这个模式下会及早发现。因为你用回测的时候，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它不会测出这个结果，然后就是这个配置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刚模式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onfig 这个节省文件啊，这个一定要配置清楚啊，要不然它运行不了。然后配完以后在实盘当中测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里简单看一下啊。那刚模式的话，如果你用高频的话，它交易次数比较多，它样本也积累比较多，所以这个时间会越短。那你的那个交易的这个频次越少的话，你验证的时间就要越长，因为它这个样本会比较少啊。建议是最少是运行7天啊，然后每天交易20笔左右，然后要经历一个明显的这种市场的一个波动啊。那为什么要经历这个？因为你用的是，如果你用的是这个均值回归的，它在一个箱体里面进行一个波动，你最少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如果你是这种趋势跟随的，或者是动量突破的这种的策略啊，那都需要在这个经历一个完整的这种市场波动，你才能验证你的这个策略是否有这个明显的这个 bug 啊。那这个是监控报警的，这个就查看配置，查看这个实际收益的一个监控啊。然后这个是详细信息，每日统计，可以根据这个去测试一下啊。这里就不演示了。然后评判标准是这个刚模式的话，一定要这个收益率一定要相对来说肯定是要是正数的。然后还有就是看你的这个品种的，你如果玩的是这种不带杠杆的，那可能达不到这么高啊，可能就是10%到15%之间，可能就算比较好的了。如果你用杠杆这种的就不设上限了，这个要根据你的杠杆情况来啊。或者是你做这种合约这种的，这种合约的这种的，一天可能就翻个几十倍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啊。你想找一个这种找一个这种山寨的这种的，我们找一个看一下啊，像这种的一天就涨了100多的，这里是1个小时的线，它是从昨天的7点开始到今天的昨天的昨天的16点啊，16点到现在的还不到24小时啊，这个就半天多一点时间，它就已经从2分已经翻倍到4分多，那已经1倍多了啊。你这时候带上杠杆的话，这个就非常可观了，但是风险也是巨大的啊。那这里，既然说到这里了，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是全仓模式和主仓模式的这个区别啊。全仓这里就是调这个全仓模式、主仓模式啊。建议的话，最好是用主仓模式，尤其是玩这种风险比较大的啊。那主仓模式有什么好处？就是比如说你这一单你下了5美元，下了五美元以后的话，下了五个 USDT 的话，那你的这个亏损也就是在5个 USDT。那假设你的账户里有
100U 的话，你下了5个 U 的话，那你这里就算亏掉的话，你也只是亏这个亏5个 U，跟其他的没关系。但是如果你用的是这种全仓模式的话，那它就会把你，它这个假设你在这里做空啊，这样翻倍下去，然后你用的又是很多倍的杠杆，这样的话你可能瞬间的话，你的这个全仓模式虽然说你只下了5个，假如你有10倍或者20倍，你可能你虽然是只下了这个5个 U 的，我们就用美元嘛，5美元的话。那它这种情况，它实际上它亏损的话，会把你的这个其他本金也给亏掉啊。所以这里，玩风险高的一定要控制啊，最好是用主仓模式，这样的话会隔离你的风险，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蛋糕，把鸡蛋切成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那它们互相之间是不受干扰的啊。那这个就是主仓模式的啊。我们继续讲课。这个是这个 Telegram 的这个配置啊。那上节课也讲过了，可以回头去看一下。主要就是配置这2个参数，然后把它启用就可以了。那这些状态的话，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需要的话就给它打开，就都是默认就全部选 on 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 Telegram 的这个通知类型，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软件里面发送这些命令，然后去查看。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监控脚本啊，可以去验证一下这个监控脚本的这个，它这个就是去呃发送这个 Telegram 的这个警报啊。然后它这个是通过这个 SQLite，它本地文件里面它有一个 SQLite 的这个文件啊，就数据库，它的这个文件它可以连到这上面以后，就可以去看这个详细的这个信息啊，然后把它计算打印出来。这个可以自己写啊，也可以去参考这个来写啊，反正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就是每日检查这个清单啊，时间任务大家可以去自己做一下啊。然后我们顺便讲一下这个题外话，就是交易的这个时候，你如果一旦选择了这个交易的话，你就有几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啊。它这个交易分成这个合约的模式，这我们在第24课的时候会讲解啊。它这里分成了这种现货交易，还有这个杠杆交易。现货交易比较好理解啊，就是1赔1的这种的情况。如果你是这种不做杠杆的情况下，用现货交易是最稳的。理论上的话，只要这个不倒闭的话，你的这个不会全部亏完啊。那杠杆的情况下，如果遇到这种插针的这种情况，你2倍杠杆都有可能容易爆仓啊。所以说，只要用到杠杆的话，建议一定要用主仓模式啊，这种会把你的这个风险给隔离掉。就像这里的插针，假设你这里用2倍杠杆做多的话，你这里到这里，你直接就被平掉了。那这个是杠杆的，然后合约也是杠杆的。合约有一个更坑的地方，就是你合约这里要注意它的，我们拿一个合约来讲解一下啊。你这个合约如果一旦开的这个杠杆开得高，比如说开到30倍左右的话，它的这个实际亏损金额达不到你实际爆仓的金额，它也会给你提前平掉啊。就你的杠杆开得越高，举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投入的是10块钱，那你正常的话，假设这个价格是4毛6，那你实际上你如果开到30倍，我这边举一个例子，不一定准确啊，数字不一定准确。我假设我买了1000个，然后我投了，它这边会自动计算出它的价格。那你买了这个以后啊，你实际上你的这个金额全部亏完以后，假如是4毛6，实际上你全部亏完以后是跌到4毛5，你才会全部亏完。但是你在这里面，如果你杠杆用的高的话，甚至在你亏损到2/3的时候，就把你强制平掉，而且这个钱它是不退的，那应该就是它防止你这个呃波动过大的情况下，它做的这个保护措施，就相当于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这里是可以亏100块钱，你正常是要把100块钱都亏完才会平仓嘛。那他这里实际上给你亏到30块钱或者35块钱，他就给你平掉了。那剩下的钱就是作为他的一个风险保证了。
因为它要防止你，假如瞬间跌到4毛4的情况下，它交易所会赔钱的，所以它这个时候它这个相当于就收了一个保护费，我理解的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地方之前有详细的看过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就是风险，所以这种合约的话不建议开的太高啊，大概在10倍左右，10倍到15倍之间应该是比较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的啊。那山寨货币的话就一定要那要更小心了。那像这种比特币这种的，可以相对来说开高一点，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这种因为它波动一般，如果你是用逐仓模式情况下，它波动不太大的情况下，你开到50倍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波动率比这个还要小，比这种币还要小。这个就是合约的啊。那期权模式的话，你要理解一下，期权模式相对来说是这几个模式里面最复杂的一个。如果有做过期货期权的，这里可以跳过啊，这里就不再做，可以不用看了啊。那个我们讲的就是没有接触过这个的啊。然后举个例子，现在的价格是，我们就以10.2万来算，把这个小数抹掉。那我买的是明天的这个价格，我假如说我买的是明天的10号的，那我赌它明天会涨到10万零五千。那那我这个时候买的话，如果是以这个一手买的话，那它这个涨到5000的话，这中间的价差就是3000块钱。3000块钱的话，你的这个它这有个实际的价格，实际的价格就是，举个例子啊，这边如果价格是这边呢，如果价格是500的话，那你这里的明天涨到10万零五千的话，也就是3000减500，就扣掉你的成本，你是挣2500的。我说的是不带杠杆情况下啊。那反过来，如果你是买跌的话，如果你是买明天跌到10万的话，那你的这里的价格如果也是500的话，那你的价格就是2000减500，你就盈利那个1500块钱。那期权的那个，如果是做反调的话，做反调，如果假如说你是做多，那明天是跌的，哪怕它只跌，哪怕它只跌1块钱，或者是甚至于它没涨到这个10万零五千块钱的话，你也是这个钱也会被清空的啊。就说白了就是你的目标价是在什么位置，然后你的价格一定要高过那个目标价以后，你才能你才能获得盈利啊。刚才有个地方说错了啊，是你买的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涨跌都是以这个10万零2千来以这个为基础买啊。如果涨到10万零五千的话，你的中间的这个价差就是你盈利的这个位置，因为它有个行权价格啊。行权价格，然后再减去你的这个实际价格，就是你买入的这个价格，那中间的价差就是你盈利的价格。那如果达不到这个价格的话，比如说明天低于这个10万零2千的话，那你这个成本就是归零了。然后期权有一个是直接卖出和一个是行权的这个操作啊，这个就是最好不要等到行权的时候去操作啊，因为这个操作会比较麻烦一点，最好就是直接找个快到期的时候给它卖出掉就好了。这个就是期权的好处就是它的这个一单就是归一单了，它不会有这个就是像什么全仓、逐仓模式这种这么麻烦。但是它的这个坏处就是它的这个风险很大。一般来说，一般来说期权那个大概率的情况下，你如果做这种区间比较大的这种的，就比如说预估现在十万零2千，你如果买的是10万零五千的这种的，那这一两天之内你很难涨到这个价格，所以你买这个大概率是，就是相当于去刮彩票吧，差不多是这样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这个钱基本就是属于打水漂的了，大概率是打水漂的啊。当然不排除就极端情况下你是能挣的，比如说明天有一个什么特别大的消息刺激，然后瞬间暴涨到，假设暴涨到11万，那你这一张就赚爆了。期权的这个作用啊，如果是在股市里面的话，它有一个那个跟股指期货相关的这个期权啊，这个就是
拿来做对冲用的。假设你买入的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现货，那你怕它这种往相反的方向走，比如说我这会10万块钱买入，我怕我买多，我怕它明天跌到9万块钱或者9万5，那你就在这个期权里面花少量的钱，比如说花个100-200块钱去买这个期权，那把它的这个风险做一个对冲。那你如果假设明天万一极端情况下你真的跌到了这个9万块钱，那你这个地方在期货这边亏了，在现货这边亏了，你在这个期权方面的话，它也能做一个对冲。所以说期权的话是拿来做对冲的，不是拿来做这种呃，就是怎么说呢，叫呃，相当于是裸奔一样的这种情况啊。这个情况就是属于如果你单独开这种杠杆股指期货和这种期权呢，它都属于这种裸奔的这种情况啊。那你如果有这种现货做对冲的，这种呢就是做对冲的这种交易，可以帮你相当于在你的这个基础上给你买了小的一份保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有点扯多了，因为这个内容确实不太多可以讲的，所以我今天把这个题外的东西、题外的这个知识，顺带一起讲解一下。讲的不对的地方，你们可以指出啊。然后下一堂课的话，我们就讲的是这个API 的这个配置啊。API 配置就是在这边到时候去设置一下，然后它有个 API 的 key 的一个配置，我下节课的时候会进行一个讲解。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我这个文档已经放在这个DEV 的这个网站上。好，今天课就先讲到这，好，谢谢大家。